一个人越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越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者他参与的神圣的事业。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产生如此多狂热的信徒？大家又为什么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是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的。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由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在各种社交网站或者各种评论区，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词是洗脑。当别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坚持自己的看法时，我们会说他被洗脑了。当别人坚信一件事情或者一种理念的时候，我们会说他被洗脑了。当别人积极地参与到一场活动中的时候，我们会说他被洗脑了。那么什么是洗脑呢？一个人又为什么会被别人觉得他被洗脑了？其实我们所谓的洗脑，大部分指的是这个人被一种狂热的理念所控制，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其中有两个关键词：狂热和思考。这两个词也是当下中国社会舆论环境的真实写照。太多狂热的情绪，太少独立的思考。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产生如此多狂热的信徒？大家又为什么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一直困扰我的两个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最近读了这本书《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在这本书里面，我找到了一些答案。首先，狂热的社会气氛并不会自己产生，而总是会受到一些人或者一些组织的影响。作者埃里克·霍夫认为，一个狂热的群众运动一般是由言辞人为驱动。这类言辞人，比如说像希特勒、斯大林、林肯和甘地，他们都会宣扬社会现实的危机，并描绘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以此来吸引自己的追随者。而最容易被这类言辞打动并追随他们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社会的失意者。有社会成就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赢家，而任何的改变可能都会导致他们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被狂热的气氛所吸引。最好的做法就是维持现状，而失意者会非常乐于看到世界急剧发生变化，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社会的底层了，而任何的变化也不能让他们的状况变得更坏，反而有极大的概率会改变他们的命运。狂热的社会运动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包括金钱、社会地位和权力。发动狂热社会运动的人一般都会投其所好，描述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一个新世界。一个狂热的运动或者口号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也不仅仅因为他们满足一些人改善自我的渴望，也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渴望。觉得自己人生已经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不会认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前途的考虑不足以激发他们的拼搏，也不足以让他们产生信仰或做出一心一意的献身。如同宗教一样，这类人会把自己自立的心理看作是堕落的、邪恶的，是不洁不祥的。任何出于为己谋利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注定失败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一件神圣的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从一个狂热的运动中，他们可以得到两件东西：自己的重生以及从集体中获得的认同。一个人越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越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者他参与的神圣的事业。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为我们为之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迫切的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而那些把自己献给国家和集体的无私者，其实他们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热烈相信自己对于别人或者国家集体负有神圣义务，往往是这类人自救的方法。他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就是在拯救自己。如果把这些神圣的义务拿掉，他们的生命就会陷入到平凡和无意义。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失意者，才会酝酿出肥沃的
培养狂热者的土壤。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只有在忙得透不过气的时候，才能够不抱希望地活着。失业之所以会带来绝望感，不但是失业者会变得贫困起来，更是由于他们突然发现人生一片虚空。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也不愿意追随施予救济的人。除了分析狂热的社会氛围产生的原因之外，作者埃里克霍夫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比如他写道，人们评价一个种族或者国家的时候，往往是在这个群体最低劣的成员中取样。这种做法尽管有失公允，却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是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的。一个国家最不活跃的人群是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他们是在城市里的上班族和在乡间务工的正派老百姓。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受分居社会光谱两头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左右。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由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级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够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然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经败坏到了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备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他们也渴望通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他们已经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我。因此他们总是一场革命、集体迁徙、宗教运动或者种族主义运动最早的皈依者之一。这些被遗弃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作者还分析了中国社会。东方社会长期停滞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中掌握知识的总是少数，而这些少数就是社会的统治者们，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和宣传机器。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大量的力气才赚到一点点维生的资本，他们为生活而激烈的挣扎。中国社会虽然目前已经不是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时代，但是读过这本书还是后背一阵冷汗。因为中国社会目前正酝酿着浓重的狂热主义思潮，而谁又能确定历史不会重演？我们所能做的是警惕自己，不要被这种狂热的气氛感染影响，不要成为其他人或者组织的工具。也就是说，保持自我，不要被洗脑。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